老天爷啊，他总算是想起来保养一次发动机了。那赵小绿瞪着俩驴眼，时不时的就歪着头冲着赵光义瞅着。这太阳到底是打西边出来了。下午秦瑶看了回超市，随后他就到了大秦这群人跟前看了看。大秦人上朝还是以统一六国为主，对于这个话题，就见到2个中年男人在那打口水仗。大秦打下来6国来，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吗？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按照我说的，准备好了，直接平推就完事了。那历史书你是不看的吗？你看那6国在秦朝面前有反抗的实力吗？另外一个中年游客据理力争。我说秦国打不下来吗？我说的是治理。实际上按照秦国现在的实力，6国确实是砧板上的鱼肉，荆轲刺秦确实是一个攻打燕国的借口。但我意思是这件事情不愉快。你意思这边荆轲刚刺秦，那边大军直接压境，那兵马不要聚集的，粮草不要准备的，秦一统燕国，足足打了4年，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俩中年游客互相不服气。陛下你来说，我们俩谁说的对？台上的嬴政也是难啊。寡人觉得2位爱卿说的都有些道理，都是游客不好得罪呀。陛下，他俩的意见我可不敢苟同的。这又来一个，秦瑶这算是看见了热闹了呀。大秦这出谋划策可真就不带一点停的。到了下午3、4点之后，基本上就没有再进来的游客了。秦瑶就提前把喜给叫了过来了，喜之前还剩下的工资可算是到了花的时候了，能买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带回秦朝了。这也下班了，你东西也买好了，直接回去吧。你那边事情还多，早点回去，你早点跟始皇帝说好，也好早点休息休息。是。说完便消失在了景区，反观其他人反而是没那么着急，都还在那抱着手机玩呢。赵匡胤在看手机的时候，一直都在想着宋朝制度上的问题。文职，赵匡胤了解了一下这个制度。宋朝的问题不就是文官打仗吗？交给武官他又担心。这个文职，赵匡胤嘴角翘起来了，他又看了一眼赵光义，本想张嘴说点什么的。离合器是如何制造的？赵匡胤直接作罢了。秦朝这边，始皇帝算着时间。蒙恬，你说为何人还没回来？陛下，可能时间还未到吧，兴许一会就回来了呢。好在就在这个时候，宫前光芒一闪，回来了，可是叫寡人等了心焦。臣有罪，让陛下久等。哈哈，爱卿说笑了，你在景区上班辛苦，寡人惭愧还来不及呢。话说着，始皇帝看向了喜放在地上的东西。这些，陛下，这些都是种子，有的、的、玉米、红薯、土豆。昨日的时间，喜和始皇帝说了很多的东西。这些便是你说的亩产足有10几乃至于几十担的粮食。陛下所言不错，正是如此。好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寡人的子民再也不用挨饿了，太好了。听你说后世多言寡人是暴君，不知道有了这些东西，后世之人还会说寡人是个暴君吗？始皇帝忍不住拉着喜的手，边走边说：坐下，到榻上来坐下再说，寡人的榻软和。让苏轼去拉车吧。这么算反而还靠谱一点呢。然而秦瑶这正吐槽着呢，他注意到一件事情，系统的界面并没有消失。什么意思啊？卡住了。单祖，公元821年即唐穆宗长庆元年，身份厨师。这可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女厨师啊，选了。刘娘子，公元1139年即宋高宗绍兴9年，身份厨师。这个也厉害，这刘娘子可是宋高宗赵构的专用厨师。张胜，公元1448年即明英宗朱正统13年，身份厨师。等到秦瑶把这张胜的名字确定下来，刚才选的应该都是主厨，现在选的是打下手的了，不然就5个人，做饭也做不过来。秦瑶找了一个人多的，足足20个人，加上4个厨师，把餐厅收拾出来对外营业，自己人有饭吃还能挣钱，10几个人，这从后厨到前厅都齐了。这么一算，给秦瑶高兴的脸上花都要绽放出来了。秦总，什么事情这么高兴？明天景区来人，咱们景区人又要多了，你说我能不高兴吗？来的谁？哪朝哪代？几个人？那人可就多了，20多个人呢。停顿了一下，秦瑶道：不过不是一个时代的，有苏轼、单祖、刘娘子，不是一个时代的，你得辛苦点。苏轼，魏忠贤不震惊都不行啊，就这个名字谁没听过呀？苏轼来了干嘛？当厨师过来给我们做饭。魏忠贤听着这话竖起来了一个大拇指。咱也能尝尝苏轼的手艺了，那东坡肉本人做的肯定要正宗一些。等到睡醒一早的功夫，秦瑶先接过来送来的早餐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再送最后一天，这后面就不送了，我们自己招了厨师了。我就说给你们送不了多久呢，原本以为你们早该找厨师了，没想到拖了这么长时间。秦瑶笑着道：这不没来得及吗？才找来，这样算一下账，把今天中午这顿饭也算上，我给你结账。好嘞。待到秦瑶结完账回了落脚点，只见一群人被围在其中，多数都是小厮的打扮，除却这些之外，还有2个女性，其中之一做美妇人状，又一人是少女模样，这还有一个人正拉着李白。竟然是谪仙人在面前，秦总你可算来了，这是咱们景区的负责人，秦总。赵匡胤这话说出来，那苏轼就好奇地打量起来了。秦瑶来了，都给说了吗？都说了，景区都已经介绍了。
苏轼你好，我是景区负责人，以后你可以叫我秦总。苏东坡见过秦总，能到景区来，苏轼有幸。秦瑶笑着点了点头，再看向两位女性，单祖和刘娘子冲着秦瑶盈盈一礼。秦瑶再看向其他人，张胜这些人还有点畏缩。这位张胜来自大明英宗正统年的小人张胜，是大明京城人士，自家开了一个小饭馆。张胜自报了一下家门。别紧张，到这都是自己人。秦瑶话音刚落，张胜，小人在。只见老朱站了出来。你说你是正统年来的？小人正是。那你肯定知道咱了。咱自我介绍一下，咱是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。小人拜见太祖皇帝。就在人物以为老朱要拿饭的时候，快起来，这是景区，见咱不用拜。既然你到了景区来了，那咱就是自己人。说着，老朱咧着个大嘴看向秦瑶道：是吧，秦总？咱大明朝又来了个人，真好啊，张胜啊。小人在。是这样的，咱求你帮咱办建设，你看在咱这个太祖爷的面子上，帮咱。张胜人都麻了呀。小人上刀山下火海。哎呀，没这么麻烦，你不是人在京城吗？这样，咱就求你下了搬回了正统朝，然后呢，你多走2步，你就从东华门进皇宫，然后你到皇极殿，你见了朱祁镇，就是咱那个玄僧，咱曾孙朱瞻基的大儿子，你呀，见了他，把你鞋脱下来，抽他脸，你就抽他脸。赵光义还要张口，你滚一边去！凭啥只有你能问？他再看向这1-20人，眼里火热，想着这要是他的人，那他可就原地起飞了。眼前的情形，老朱跟嬴政嘀咕：你说是他俩谁的？不好说啊，年号对了，年限也得对啊，不然也没用啊。大王说的对，差1年都不行，差1年都不是一个时空的人。钱总透个底。我其实选的时候也没看时间，这话不好直说啊，免得伤了人家这1-20人自尊。眼下这时间，倒是赵匡胤见赵光义顶嘴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你来。再说这话的时候，赵匡胤已经在幻想自己下了班提了鞭，就着烛光挥舞了起来。赵光义哪知道赵匡胤想的是什么，更不会知道今天怕是这身上又要一压一压的了。太平兴国。然而下一刻时间，掌柜的等人齐刷刷的摇头。哎呦，咋就不是呢？遗憾、失望、恼火的表情写满了一脸。你们怎么就不是太平兴国来的？讨厌！完了，依靠没了，1-20人的工资没了，车也没了，离合器也没了，2手破面包也没了。中奖是什么感觉？就是现在。建龙。赵匡胤的脸上写满了自信，也不怪他自信，送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年号了。然而掌柜的一群人齐刷刷的摇头。我就知道是。你们摇头什么意思啊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们不是建龙年的。啥玩意？不是建龙年，我还有年号没念。不说赵匡胤懵了，连赵光义一样呆滞。不对，说实话，这一刻时间，秦瑶都正神。是大宋的呀，不是建龙年。等会，你们不是大宋的吗？是啊。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南宋是吧？不是大宋的，你不知道南宋？我年号都念完了。你们年号多少？快说。我们自永初元年而来，我主6月。赵匡胤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。啥意思？宋朝皇帝不是姓赵吗？咋还有姓刘的？他对历史不熟，或者说历史都是到了景区才记下来的，没记完。宋朝之前还有一个宋，叫做南朝宋，是东晋之后的隋朝之前。再看赵匡胤双眼无神，回去就改国号，回去就改。给你们也介绍一下吧，这一位是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，这也是大宋的皇帝赵光义。苏轼见过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。尽管苏轼秉性跳脱，但毕竟是大宋的人。嗨呀，稀奇，真稀奇！这些是大唐安西军将士。单祖侧目，实难置信。小女子早有耳闻安西军将士一绝。这话说的，搞得卢元正等人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的。咱是大明朝开国皇帝。这一次老朱抢先，等听到知晓跟前这一帮人竟然是始皇帝嬴政。草民见过始皇帝陛下。到了景区都是自己人，寡人现在还是秦王，还不是始皇帝呢。然而说这话的时候，嬴政想的却是6国算个屁。除了始皇帝之外，喜、李白等人都挨个自我介绍了一下，唯独刘大一家怯懦。我们一家3口从东进来的，在景区打扫卫生。在一群人都相互介绍好了之后，老朱把张胜拉到一边。那也是咱的子孙。说的是朱由校，唯独苏轼缠着李白。苏轼与谪仙人神交已久啊，未曾想今日竟然当面了。不敢当，李白也久闻大名。话说着，苏轼上手了。来，你这是何意？看看是不是真人。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我对做奶茶感兴趣，与你波波真好喝。但你还真就别说，餐厅门口就有一个小凉亭。行啊，没问题。做奶茶，苏轼得自学，不过学起来也简单，直接在手机上就能学了。这到了晚上下班的时间。白哥哥，你聊天软件号多少啊？我加你。东婆兄，这种称呼大可不必。为何？我见哪些小女子这么喊，谪仙人欢喜得很。这话说的，给李白整不会了。
能一样吗？别人这么喊，那是女帝，你一大老爷们，关键这会时间，你都已经40多岁了。现如今李白年纪轻轻，哪受得了啊？南朝宋月来酒楼，以后大家就是一条身上的蚂蚱了。账房带头点了点头，此件事不可与外人道，你们可要记清楚了。可是我们要一直这样吗？等到我们拿到工资，那可是有亩产几十担的粮种，还有各种调味料，还有各种现代的物食，那些可都是能买回来的东西。放在现代，这些东西可都是……他们的工资有多少，能买什么东西？这些事情老魏可都是说了的。拿回来售卖，便可发家。那种子我必换，种了这些，我家老娘再也不用挨饿了。哼，糊涂，你们都糊涂。哪里糊涂了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些东西拿回来，你们守得住吗？就算是卖了钱财，你们无权无势，还不是志同报金行于闹市，不过白白遭人惦记。那该如何是好？这账房是读书的，到底是比这些人见识广一些。自古学成文武艺，或与帝王家。那后世的历史你们也看了，我主刘裕雄才大略，乃为英主。若我们投效朝廷，得陛下重用，那荣华富贵还不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？甚至我被依靠景区，不乏建功立业的机会。可是陛下只能活3年啊，还有2年。那更要如此。你们忘了秦总说的，既然我们到了景区了，未来在我们可以把历史如实告知。难不成还不能改陛下性命？就算是不行，还有景区，我们挣了钱，难不成还救不了陛下？以前他们普通，但有景区在。好，张夫子说的对，投效陛下，荣华富贵。没错，我们说不得还可以当官，到时候我要多娶几个小妾。那何时投效？如何叫陛下相信我们？怎么见得了陛下？不急不急，等到发工资，有了工资，买东西回来，奇珍异货，自然能引得有权有势的注意，而后借势，等见陛下，再与陛下坦言。那就这样。那这酒楼，还开个屁！南宋刘娘子，上士大人，或是人啦，你一日未露面，官家念及你犯时，知你忽的消失，正差人四处寻觅啊。刘娘子听着这话，一阵犹豫。我这就去见官家。他打算与宋高宗言明，他也是身不由己，否则这以后整天消失，晚上再回来，说不过去。与刘娘子比较相似的是单祖，回来之后，单祖第一时间就去见了丞相段文昌。罢了，我大唐国力虽然大不如前，但也……走，随我去见陛下。正说着，段文昌突然停住脚步。且慢，待我明日亲眼所见之后，再带你进宫。英宗大明，张胜使劲的挠头。陈王府，陈王府。太祖也给了一个好差事，这也比从东华门到皇极殿容易。那可是王爷哎，明日再去，明日再去。一天的见闻叫苏轼躺在床上，那是一点睡意都没有啊。去找怀民，怀民肯定还没睡。那好吧，叫来也行，麻烦你了。姐妹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还要和你学跳舞呢。秦瑶到了小山，朱由校正等着呢。我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检查了好些遍，没见哪里还有瑕疵，算是整备完了。都搞完了，那我看看，没有问题的话，这山就可以开放了呀，游客又多了一个游玩的地方了。秦瑶带着朱由校就检查了起来，你还真别说，人朱由校的活干的就是好啊，不愧是著名的木匠皇帝。你这也太可以了，我就算是从外面请人来，那也不一定能干得这么好呢。而且那价钱还不知道几何呢。这些不过是小道，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而已，不值一审。这装逼的话给朱由校说的，别具感觉。这一路上花花草草也有修缮的痕迹，厉害啊！啥也别说了，以后要是有加工资的机会，我第一个就想着你。秦瑶下意识又把饼给画了起来。那我就先感谢秦总了。说着，朱由校停顿了一下。秦总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是个奇物，见了你就知道了。秦瑶也就跟着朱由校转了一圈，不一会就到了山顶处。秦总，你看。看啥？你看这棵树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不是这意思，秦总，你看这树它脖子外呀，这么一棵歪脖子树，这造型歪的多好看。秦总，这小山马上就开放了，游客就可以上来游览了。咱们现在景区的表演都在山下，这山上游客除了逛一圈之外，倒也没什么兴致了，毕竟那再好的景色都能看腻。不过这棵歪脖子树倒是叫我想起来了吴地来。秦总，你若是叫他到景区来，就在这棵歪脖子树上表演一个自挂东南枝，就是那个认贼分裂阵师，误伤百姓一人，不乏是一乐啊，尚且还能给游客乐趣添点。这是惦记着朱由检，想把他弄到景区来啊。秦瑶也是哭笑不得起来。朱由校的想法是好的，但他正想拒绝。我操，真来！景区中型表演节目单，节目《泰山封禅》，参演人员始皇帝公元215年，蒙恬已有，李斯已有。看到这些信息，直接给秦瑶看呆住了呀。增加的还是215年的始皇帝，其他的都是用现成。秦瑶懵了，这节目是不是有点脱裤子放屁？就算是嬴政，景区现在也是有的。回过神来的秦瑶就见朱由校就正笑着答话。
哎呀，5分优劣术也有好坏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秦总，我说的绝对是实话，无敌来了，绝对适合，您考虑考虑。这多不合适！就算你说的对，选他来到这歪脖子树上吊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这不是揭露伤疤、侮辱人吗？这本来就是一件悲壮的事情，那能拿来当成消遣呢？没当消遣，就是叫他来演这个，已是我大明的悲壮。何况这也不算揭露伤疤。秦总若是真叫他来了，好叫他自己也意识到所谓，那历史也必然改写，怎么能叫坏事呢？朱由校极力推荐，这叫秦瑶有些好奇。你想叫你那个弟弟来，是要挂在枝头的，还是要老魏这边的，还是说是你天启朝的？我这的更好，大办那的也行，总的都是无地，不管何时的，他来了，我大明朝就多一人。只要人到景区来了，那就是历史新开，我大明又能走向另外一个结局。秦瑶细想，你还别说，朱由校想法简单。你说的对，这咋还有？你让我想一下。崇祯1644年，人物朱由检、王承恩。这把来的是真的。行啊，要我下班回去之后，在这棍子上装几个倒刺不？我看行。本来还高兴的魏忠贤，这下忍不住看向朱由校，有点慌了。荒爷，怎么办啊？别慌，你放心好了，太祖爷指定是打不死他的。魏忠贤正神了，说的好有道理啊，这意思是挨一顿肯定是跑不掉的了。陛下还是自求多福吧。秦瑶这边见老朱等人的欣喜稍微冷静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众人连忙再看了过来。大秦这边你们时间多也富裕，老是在那表演荆轲刺秦，时间上还是有点浪费的。我打算给你们添加一个新节目。在秦瑶说这话的时候，大秦这边一群人互相看了看，相互之间点头，没问题。好事情，秦总，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？泰山封禅，正好你们班底都在，表演这节目再合适不过了。嬴政听闻这话不由得笑了。这泰山封禅是从寡人这里伊始。嬴政内心万丈豪情。放心，你们也不是白干，毕竟是新增的节目，所以这工资上也要加钱，跟老赵一样涨到450。原本这么多人，每个月工资加在一起就不少了，现在又涨150。肃静肃静，听小秦说。嬴政压了压手掌，说着这话，但是那嘴角翘的快都要上天了。一人150，这么多人，这1个月的时间下来，这多出来万把块。咱也是开国太祖爷啊，秦总啊，秦总，1个月就能买车。赵光义哀嚎着，就差没直接抱住秦瑶的大腿了。就算是单祖这些新来的，那也羡慕的不行啊。有机会的，会有机会的，你们放心好了，主要是暂时就他们合适。老朱抓着秦瑶的手臂，秦总，你可千万别忘了咱了。放心，忘不了你的。秦瑶不忍再看老朱，他那可怜巴叉的样子，差点叫他忍不住掏钱了。不必如此，大家以后都是有机会的。寡人也不过是为景区出力，想把咱们的景区建设得更好一些罢了。小秦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泰山封禅寡人虽然还没做过，但这历史上第一次泰山封禅，毕竟是自寡人这开始的，寡人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并安给咱们景区的游客多多的震撼，将那盛况在景区复刻出来，好叫那历史重现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嬴政已经在想着泰山封禅的时候，他应该走什么样的脚步。寡人毕竟还没统一6国，还没有那种感觉，回去的好好找找。那什么，你不用这么麻烦。小秦，你放心，寡人定然尽善尽美。真的，你不用考虑这些。那可不行，寡人不能这么敷衍。小秦勿虑，交给寡人就行了。我的意思是泰山封禅不用你，你不用表演。秦瑶这话一说出来，嬴政直接怔住了。哎，不是始皇帝泰山封禅吗？是啊。那小秦为何说不用寡人？是这样的，你呢，毕竟还没统一6国，这泰山封禅你毕竟还没干过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干过的人来了。秦瑶就看向了喜道，跟你说个好消息。秦总请说。你家陛下明天就到景区来了，你下了班回去之后该交代的交代。喜闻言呆住了。我家陛下要到景区来，拜谢秦总大恩。别这样，不至于，多小事，别激动，忍着点。然而对比喜的激动，有人懵了呀。等会等会。只见始皇帝扶着额头看着地面。秦总，你是说喜那边的寡人要过来？对。他来几个人？就他一个来。是他要表演泰山封禅？是的。嬴政紧跟着嘟囔着，他就一个人来，怎么能表演泰山封禅呢？话说着，他看了一眼蒙恬等人。不对，寡人这有大秦的班底都在，不缺人。不是啊，小秦，他来表演泰山封禅，那寡人呢？寡人干啥啊？寡人啥也不干，还加工资。秦瑶连忙打断嬴政，你的工资没加，就是你该干嘛干嘛，泰山封禅跟你没关系，主要是他比你有经验。听到魏忠贤的这话，崇祯顿时脸色煞白了，他低头看了自己一眼。这要是一棍子抡在身上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那朕穿一身盔甲去。陛下，你得穿龙袍，还要衣衫褴褛，你是去上吊的。那朕深藏软甲。陛下，你上吊的时候是这么穿的，景区的规定，用不到的东西可带不去。崇祯着急忙慌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秦总来之前倒是说了。崇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。秦总何以教我？
秦总让你练练抗击打能力。抗击打这如何练？崇祯有点懵，就是先挨一顿，到时候再挨，估计就没这么疼了。一句话给崇祯整不会了，这说的是人话。魏爱卿，你说太祖爷在景区要饭也并无用处，秦总咋就不把他开了呢？魏忠贤懵了呀，合着开了老朱你就不用挨揍了是不是？这就是开个玩笑，主要是太祖爷盘龙棍上加到此。这一刻的时间，崇祯哭哭唧唧，陛下不怕，挨2回就适应了呢。崇祯能到景区来，老朱本来是打心眼里高兴的，回了宫的第一时间就赶紧去找自己妹子去了。奇怪，当时说的时候也没有啊，这回时间咱怎么就老想着明天见了他崇祯揍他呢？还想往死里揍？但转瞬的时间还是跟马皇后和朱标分享起来了喜讯。此时秦朝倒是一片和谐。陛下要记住，你到了景区之后，第一时间出现的地方就是咱们平时上下班的位置，大家来上班都从这过来。之前咱们还吃外卖呢，但是现在秦总弄了餐厅，咱们有人自己做饭吃。在景区你要是上厕所，用的都是纸巾，男女一定要分清，不要摸错了地。现代与咱们这时候不一样，较为开放，女孩子穿着什么样不要惊奇。那要是遇见那种不穿的呢？那你喊喜。不是，那得报警，那就有伤风化了的。好的。还有啊，陛下明天过去，喜见秦王似乎不喜。为何？寡人见自己不高兴，寡人是这种人。估计各有思量，不是很清楚。始皇帝微微颔首点头确认，喜这一觉就教了半夜。陛下莫不可小视，秦总常言，到了景区就都是自己人，那后世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这一点其实不用说，始皇帝都知道，但喜提醒了。寡人记下了，劳爱卿操心。次日都来上班的时候，竟然都在这等着，以至于赵光义甚至和赵匡胤都难得的聊了几句。二哥，你说谁先来？是崇祯还是始皇帝？这就是前后脚的事。崇祯肯定是要挨揍的，你说俩始皇帝会不会打起来？不能吧，自己打自己。对，这谁说的好呢？赵光义越靠越近，你跟我保持点距离，我怕我揍你。太白兄，等下2个始皇帝见面，你想好怎么做事了没？等下看看再说，做事而已 ，so easy。对了，子瞻兄，你背诗了没？嗨呀，没背，本想逼下来回去装逼啊，对，装逼的。但是现如今我被贬黄州，我这身边就怀民一人，好友皆不在，不急不急。李白这是没教苏轼什么好东西。正说着，忽的3道身影呈现在了面前。这3人，一人正是老魏，另外一个也是宦官，是那王承恩，中间那身穿黄袍。老赵，盘龙棍，快盘龙棍！来。赵匡胤嗖的一下就窜到了老朱的面前，伸手就把手中的盘龙棍递了过去了。这上来就打吗？连问都不问，流程不是这样的啊！魏爱卿不是说了，皇兄到景区来挨揍之前，好歹还问了2句，还差点把太祖爷糊弄了过去。到我这咋就不一样了呢？吃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一棍！见老朱在把棍子举起来的时候啊，赵匡胤兴奋地攥住了拳头，赵光义拧巴起来了眉头，朱由校机遇张嘴。我命休矣！就在此时，身边却是唰的一下出现了2道人影来了。这2人喜是其中之一，另一人头戴冠冕，玄黑长袍，腰间别剑。秦王政脸色好看了些许。丹药之物，寡人定然不会服用。你那方士也别全杀，留着还能研究火药。喜应当是跟你说了，喜爱卿说的详细，自然如此，朕都留着呢。那历史朕都知晓了，朕杀了赵高，赐死了胡亥，训斥了扶苏，立了太子。原本历史上始皇帝是一直没立下太子的，但是这次虽然恼怒扶苏，但始皇帝还是把太子之位给确定了下来了。那你呢？寡人这没你那这么麻烦。赵高，寡人请示了秦总，已经砍了。秦瑶点了点头。至于胡亥，晚了3年，已经生出来了。还有一个人，草民李斯，拜见始皇帝。见了李斯，始皇帝点了点头。且用着，这李斯还是好用的，朕也是没有杀他。若是朕驾崩了，就将他训了。此话给旁人听了，都忍不住冲着李斯看了过去。好家伙，这人就站在跟前呢，就这样直接当着面说。然而李斯也是表情不变。开玩笑，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。就在这一时间，嬴政沉吟了一下，看向面前的始皇帝。详谈。始皇帝笑着点了点头。秦总。秦瑶伸手指了指边上的办公室，里面没人，你们聊你们的吧。2个始皇帝的见面到此为止，说实话的，这就结束了。众人还有点遗憾呢。能见到2个始皇帝当面，还是3生有幸的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时候。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咱也是开了眼了。老朱在说完这话之后，也是笑眯眯的看向了崇祯。眼见崇祯还没反应过来呢，王承恩轻轻的扯了扯崇祯的衣服。眼下能见到2个始皇帝当面，这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见到其他的人当面，比如2个汉武帝，2个唐太宗。想想那画面，真是令人心驰神往。王承恩看着老朱的眼神有点着急，再拉了拉崇祯的衣服。也是幸好朕也到了景区来了，想到这些就感慨不已啊。王承恩急了，眼见着老朱笑眯眯的把棍子给举起来了。王承恩急的心想着这该咋整的时候，就见崇祯不着痕迹的往边上瞥了一眼，随后又赶紧收回目光。
朕虽然到景区来的晚，但朕的大明现如今已经中兴了，朕连蒸汽机都造了出来了。朕又下令将魏爱卿带来的种子大规模种植，朕的大明现在连塘县都车出来了，那水泥等物，再给朕一段时间，朕就能铺遍大明，比肩秦皇汉武，朕也不是不行。哼！你是在跟咱也会的说明你的丰功伟绩，你以为咱听了这些，咱就不揍你了？你装的有模有样，你当真不知道？你看见咱要揍你了？你腿抖什么？咱问你腿抖什么？你以为你说了这些，你就不是亡国之君了？太祖爷饶命！而此时赵匡胤心满意足啊，这盘龙棍借出去，到底还是派上了用途。老朱一边揍还一边喝骂：你瞧你这衣衫褴褛，你都自挂东南枝了，你还在这装逼？咱真是越打越来气，你们俩兄弟没一个好东西。不好，大半快走！果不其然，下一秒时间，老朱提着棍子四处观望。朱由校呢？朱由校哪去了？好小子跑得还挺快。还有魏忠贤呢？找不到朱由校的老朱冲着崇祯怒目而视。你得噎死！但眼见自家皇爷挨揍，王承恩哪能忍得住啊？直接扑了上去。太祖爷，太祖爷，您饶了皇爷吧！太祖爷得。王承恩是吧？你是个忠心耿耿的，起开！崇祯忍不住了呀！这不公平，说好的不跑挨的少呢？你说啥？我说太祖爷，你手酸不酸？要不要歇会？你敢信？两名秦始皇在景区竟然争吵着要泰山封禅？不行不行，得听秦总安排。那封禅你让寡人演一场又咋地？那也不行，朕出到景区，这是朕的节目，哪能让给你？你用的还是寡人的班底。而此时老朱也是看着崇祯，一脸欣慰。也是个好孩子。说句实在的，看起来老朱下手很重，但是明眼人都能瞧见，老朱根本就没下死手。说到底，老朱也是清楚，崇祯乃是亡国之君。你这孩子也是苦了的，太祖爷啊！好了，以后不知道的来问咱，咱在这教你。王承恩也在边上抹起来了眼泪。去找你皇兄吧，他肯定在外面那里猫着等着你呢。果不其然，崇祯刚走出落脚点，就看见草丛里探出来了两个脑袋来了。陛下，想必该说的喜都该与陛下言明了，老奴这就带陛下熟悉景区。辛苦，秦总，那节目流程。这我应该不用管吧？你都封禅过了，流程应该比我清楚。大秦那边都是朝臣，流程什么的，对他们也说应该也都是小事情。正是如此，好叫秦总不用操心。咱们这是景区，主要是表演，给游客看的，不用吹毛求疵。快，等下前面要表演节目。什么节目？泰山封禅。这时候大秦重臣罗列，正前方始皇帝气度恢宏，远处犄角旮旯那都是寡人的人啊，泰山封禅啊，咋就跟寡人没什么关系了呢？这都要封禅了，寡人站这看，气死个人。嗨呀，你俩都是始皇帝，你下回跟他说，换换工作，体会体会。说着，苏轼把手里摇晃好的奶茶递给了李白。一套繁琐的流程开始了。始皇嬴政登帘封禅，祭文和封禅流程查不到，不会做，希望粉丝们别介意。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人都说，只要你的速度够快，飞离地球，超越光速，你甚至能看见几千年前始皇帝登基的画面。秦一统六国，覆灭天下，天下归一，感觉当时封禅时候的始皇帝，也就像是现在这般。秦朝啊，我那迷人的老祖宗。此时犄角旮旯里的嬴政，待到寡人统一六国再来封禅。六国不。他心思被带回去的世界地图给堵断了。小了点，这若是那地图上标的全是秦境，到那个时候再到泰山来封禅来。伴随着李泌高喊：这节目太攒劲了！爸爸，将来我能不能站在那最前面？好儿子，有志向，爸爸给你点个赞。也在这同一时间，大半，你说朕将来能不能这样？陛下不但要中兴大明，还要超越秦皇汉武，开创盛世，但这封禅不行。为何？陛下，你忘了上一个封禅的了。崇祯脸色便秘一样难看，但王承恩说的是，自打那不要脸的干了一样的事情之后，这封禅就跟美味的蛋糕被苍蝇给拉了一坨一样。陛下，待到陛下还羽成雄，封禅可有可无，届时不如祭天。大半说的是，到时候就叫你主持。哎，陛下，该我们了。崇祯看着歪脖子树，不知道为何心头一阵惆怅和悲戚。历史上的朕又不是现在的朕，歪脖子树又如何？他将血书拿来，伸出手指在嘴里狠狠一咬。当然了，这是假动作。朕自登基17年，逆贼直逼京师。那周围的游客闻到动静，还有节目。歪脖子树、宦官、黄袍，这是崇祯吊死门山。大明王朝亡国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表演。这时间，崇祯双膝跪地。虽朕保得匪公，上甘天怒，致逆贼直逼京师，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逆臣贼子亡我大明了。不甘、悲愤情绪瞬间叫人在胸腔内蔓延。这是我汉人最后一个王朝。那棵歪脖子树是他最后的归宿。他在死之前，大臣逃窜，反倒是宦官革命。朕死，无面目间佐赠于地下，任贼分裂阵势，误伤百姓一人。始皇帝瞪眼看了一眼秦舞阳，这秦舞阳合着是在这捧哏呢？朕不仅绕住，还把你给砍了呢。
你下次可以换个方向转，一直冲着一个方向，容易顺拐啊。你瞧你现在走路就有点高低肩了。始皇帝说完这话，哈哈一笑跑了，把一脸懵的嬴政留在原地，紧跟着是一阵踱步。寡人顺拐了吗？没有啊。此时秦瑶在想一件事情，节目表演是好的，但也不能只一味的表演，让游客能参与其中来，这才是事情。但都少了一个东西，那就是衣服。不行的话，买一些回来。2个方案，第一，让景区内的众人把衣服拿来，各朝代最多20套，每件给10块钱。不过这些拿来的衣服只能放到景区来，为景区服务。这是防着我呢。第二，可从老朱、雅照、崇祯、天启2个始皇帝处各招2名做衣服的人员过来，卖也好，租也好，随便都行。秦瑶毫无疑问直接就选了后者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这次选的人都是官属，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条件，所以你们没选上的也别难受，以后有其他的机会都能轮到的。这哪来的驴叫？结果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赵光义在捂着嘴哭。秦瑶见赵光义这样，就知道他是为啥哭了。赵光义这是高兴啊，老见旁人添丁进口，他本来就1人1驴，每个月工资就那么多点，这叫他买车的梦想，简直就是遥遥无期。现在好了，忽然他这就能多出来2个人来了。这2个人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是每个月多出来3份工资，攒钱买车的这个时间3倍，足足缩短3倍。他带着泪水的眼睛，朦胧间好似是看见了拖拉机、桑塔纳3000、二手报废小汽车，眼下高兴的不只是赵光义一人。谢谢秦总，感谢秦总，咱总算是等到了，咱就知道有轮到咱的时候。魏忠贤、崇祯、朱佑孝等人也是为他高兴。恭喜太祖爷！太祖爷，好孩子，你俩回去之后带来的人一定要好好挑挑。再看赵匡胤，那是瞥了喜极而泣的赵光义一眼，没出息。私下却是深吸了好几口气，嘴角也是不由得翘起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明天别忘记把人带来。这下午上班的时间，众人这都来劲了不少，这也没多大的功夫，老朱就要到20块钱外加牛奶面包8宝粥。这牛奶鸡蛋8宝粥的，拿去给咱那2个小子吃喝。崇祯那孩子刚来的还没尝过味呢。然而此时一个人影带着笑冲着老朱走了过来，老朱一眼看见，赶紧撇过头去，只当是没看见的样子。这游客见他这样，直接就从口袋里掏出来了100块钱，在老朱面前晃了晃。老哥你来了哦，聊行啊，但是那野史咱能别聊了不？聊完还有100。人怎么能为5斗米折腰啊？但这要是5斗米换成了200块钱，老哥你做啊！哎对了，咱们上次聊到哪里了？等下了班就兴冲冲的直奔马皇后宫殿。妹子，大喜事啊！冲爸又有什么好事？你看，这都是咱今天要来的钱，足有200多，足有快1个月的工资。冲爸你可真厉害。那你要买些什么？这钱咱打算留着，后面再要来钱来，再花不迟。妹子，你之前给咱缝的钱，咱看还是少了，有这200块钱在，咱能安心。马皇后听着老朱的话，就知道老朱是什么意思了。这200块钱，老朱可不是给自己留的。不，那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帮你重新缝进去。还是咱的妹子好。妹子，咱这还有一件好事。还有好事。随后就见老朱一脸严肃，咱现在封你为上衣监女官，以后你就是上衣监给咱做衣服的人了。崇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封我为上衣监女官？好好的皇后，封上衣监的女官，你这要把我这皇后的位置给去了。赵光义看着笑得合不拢嘴的秦瑶，他再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2个老妪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这时候老朱来了，老朱带来了的2个人，只有一个是年轻漂亮，而另外一个凤冠霞帔的，看着就华贵端庄。马秀英见过秦总。这就是皇后娘娘了，你能到景区来，荣幸啊。这话秦瑶可是打心眼里说的，马皇后这可是正经的贤后。秦总太客气了。然而马皇后一来，赵光义更觉得不对了。不是要女官吗？怎么还可以选皇后？始皇帝听了赵光义的话，凑过来道：你选的该不会是那俩老妪吧？不，他俩是我带来的，技术好，但皇后怎么能来？皇后怎么能不来？封做女官就是了。那你们为何都选年轻漂亮的？这般年轻，真有那技术。年轻漂亮好看多好啊，咱一个宦官都觉得养眼，就这般长相，届时自然能为景区吸引游客。赵光义好像是回过味来了，但是他们的技术能差哪去？就算真差，还可以再练。那年龄长相是可以练的吗？赵光义彻底回过味来了，他懵了呀，合着旁人都想到了这茬了，就他老老实实的选了技术最好的。怪不得我带人来，秦总只是客气，都没笑。他们把人给带来，秦总就一直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睡了，年轻漂亮的谁不喜欢？还能为景区吸引游客，那我这选的。不过他这可就误会秦瑶了，赵光义选的俩老妪，秦瑶是真的没有任何意见，其他人带来的人，他多看2眼吧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毕竟长得好看的，谁不下意识的多看上2眼？年轻漂亮的，或许秦总喜欢呢。再者，年轻或可在景区多上几天班。不，哎呀，悔不当初啊！大家都这么玩，显得我很蠢了。这要是秦瑶真有什么想法，那也轮不到他这俩老太太呀。除非秦总是变态。也就在这时候，老朱带着马皇后正到处见礼。
这是咱媳妇，咱的皇后妹子，这是秦王嬴政，这是皇帝。马皇后早就听闻景区有那么多人了，但这回真见到了，还是惊奇的很。这就是咱给你说的魏忠贤。刚来景区的时候，咱可是想把他宰了的，现在就他住在宿舍里，叫人好生羡慕。老奴见过孝慈高皇后。不必多礼，我听重八说了，历史是历史，你是你，以后崇祯朝还望你多用心。这就是马皇后。想起来老朱刚见他要打生打死的，再看马皇后说的话，魏忠贤都想哭了。请孝慈皇后放心，老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这时马皇后看向朱由校和崇祯，祖奶奶，两个好孩子，快让我看看。哥俩顿时眼泪流淌了下来。祖奶奶，终于见到你了。他们逼得我吊死在了歪脖子树上，我就落了水，就病死了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我知道你俩委屈。宣泄了一下情绪之后的朱由校，小心地看了一眼老朱，见他没注意，祖奶奶，太祖爷打我们，对，打得特别狠。告状了，告状了。重吧，你。哼，好你们两个兔崽子，还敢告状？咱看你们。你看他们什么？咱看他俩怪可爱的。听到这话，马皇后这才满意的点头。打也要分人，这俩孩子本就可怜，错也不能全怪他们。朱由校和崇祯怔怔地看了马皇后一眼，好家伙，听出来了，太祖奶奶这也不是全慈爱啊。还好还有可取之处，不然的话，这怕是要混合双打了。你个老壁灯啊，咱被你坑了。现代人这3块钱都要不来，那他这多半更要不来了。给了钱的老朱垂头叹气的出了阁楼。再见秦总，我跟秦总说，扫码的钱要给我。兄弟，咱理解你。壮汉怔怔的看了一眼老朱，老哥你也。老朱沉重的点了点头。老哥啊，我就想喝瓶饮料啊，3块钱都不给我啊！你说一瓶饮料2块5，那都出来的5毛钱，我能干啥？你说我能干啥？他都不给我啊！这壮汉哭的痛彻心扉啊，给老朱看的都感动了。但还不等他开口安慰呢，就这时候，远处一个游客冲着垃圾桶丢了一个饮料瓶，冲着垃圾桶狂奔，那样子就跟捕猎似的。咱以后不会也这样吧？咱妹子不是这种人啊。饮料瓶一个多少钱？咱要是哪天住宿舍，就可以捡来卖钱，买东西在景区用。我可以现在就捡啊！咱起来，等到住宿舍。他飞快地冲壮汉狂奔了过去。放下那个饮料瓶，那是咱这景区的财产，你不能动。此时好不容易拉了一波游客，得了时间休息一会的赵匡胤满脑子纠结，见远处赵匡胤，思来想去，还是打算去找赵匡胤问问，到底是我二哥，虽然屡次揍我，但说到底按照关系来算，与我最是亲近。我若请教他，不看我面，看在大宋的面子上，也该帮我1、2。想到这些，赵匡胤深吸了一口气，冲着赵匡胤走去。二哥，他这做态叫赵匡胤皱眉。快说快说，我还要教拳法，不与你计较。我思来想去都觉不妥，有事想与二哥请教。放。二哥，你那2个女官如何处置的？纵使严加看管，我也觉得不妥。二哥可有妥善的法子？赵匡胤好不容易来了2个人，有那疑心病，怕工资不能安稳到手，又怕脱离掌控，想着那俩老妪，赵匡胤这嘴角不由自主的就翘了起来了。何其蠢笨，连这点事情都安稳不好，你还有什么用？二哥教训的是，但这次还请二哥教我。若不是看在你也是我大宋皇帝罢了，教你个乖，你将他2人纳入后宫，成了妃嫔，岂不是就能安心了？说完，赵匡胤不由自主的撇过头笑了。赵匡胤的嘴角很难压，翘的属实是有点高。然而他这话说出来，赵匡胤当场就呆滞住了。这想想那俩老妪充斥后宫，不妥！开什么玩笑啊！他一国之君啊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这一把年纪的，一想到这纳入后宫，同榻而眠，有何不妥？追给你出了，你倒还不乐意？可是我来姑且问你，不提你这2个女官的样貌年纪，就问你纳入后宫，你是不是能安心不少？赵光义不得不承认，赵匡胤说的是实话。话虽如此，可是二哥那便罢了，还有什么可是的？赵匡胤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你就嫌那2个女官年龄大了些，是也不是？这是大了些吗？偏见可怜，赵光义挑的时候都是捡了最大的挑的。二哥你也知道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二哥我这就得批评你几句了。我问你，你后宫的妃嫔，你是日夜夜人人宠幸吗？那自然不能。赵光义连忙摆手，我又不是驴，哪有那个精力？那你妃嫔当中3年5年没碰的，难不成没有？这倒是也有。你看，你只是纳入后宫了，你又不作何，又有何妨？难不成你还有什么想法？瞧着赵匡胤那上下打量的眼神，赵光义连连摆手。那你还有什么顾虑？倒也是哈。他不得不说，赵匡胤说的很有道理。哎呀，二哥说的是，倒是我执念了。行吧，那你就去忙吧，快去，那边还有游客等你，别耽误时间。切记啊，下了班就将他们纳入后宫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记住了没有？他明明是大宋的皇帝，后宫佳丽3000，但是他的哥哥却让他把2位老太太那位嫔妃，就算上着班也不忘提醒。还是二哥爱我，我就知道你我兄弟情分。赵匡胤一阵恶寒，乖，好嘞。赵光义忙不迭的跑了。下班我再提醒他一下，巩固巩固。
与此同时，秦瑶正忙着，系统出现了，这是又来人了。临近中秋，恰逢佳节发放福利，景区内的古人每人50块钱现金。天见可怜，铁公鸡拔毛了呀！到了中午的时间，秦瑶公布了这件事情。这不中秋节了吗？啥？过节福利550？秦总，你确定你没说错？550块钱啊！别说是老朱了，就是连始皇帝，连嬴政都绷不住。我再说一遍啊，钱是550，但是50块钱是能拿回去的。你们买东西带回古代的，500是只能在景区花的呀。我得重申，你们别搞混了。然而对于众人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拿回去的50块钱啊！50块，那可是5天的工资。50块，那可是能买一大堆的东西回去的。秦总爱我，可别爱我，你去找李白。李太白怔怔地看着秦瑶，一脸的懵。妹子，你来着了，你来巧了。马皇后也是高兴无比，这第一天上班这就迎来福利，150能买什么东西？这不用多说了。赵光义也没想到还会有节礼。以前我只能拿50，但现在他冲俩老妪看去，崭新的轮子都可以来一个了。他看这俩老妪越看越满意，越看是越发的眉清目秀。陛下，回去之后我也给你们发过节礼，给你们升官，给你们加职，给你们发月饼，成盒的，金子做的，我还给你们发媳妇。听完这话，锦衣卫们笑得合不拢嘴了。我也有过节礼送给你们，这 Mate 60全国难求，太祖爷你怎么有这么多？这都是在左下角领的。太祖爷别骗人了。左下角可是报备过资质的，我也是领到了才推荐。我的苹果就是在左下角领的，都用包浆了。我怎么没看到？这是没库存。左下角又新加了5000台苹果15 Pro 和华为 Mate 60作为新人专属福利。这咋领啊？点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，上线升级就能参与领手机活动。没有啊？你这还没注册呢？还真有。要是没有领取界面，你直接卸载，挂机升级，还嫌慢就氪个首充，升级快10倍，领苹果华为简单单。秦总，下班我们去超市行吗？行，我还给你们买来了甜菜种子，你们有需要的下班都可以买了。500不说，那50块到手，马皇后将自己的连带女官的50块递给老朱。冲吧，你看下班要买些什么？妹子，咱还以为你都要收起来呢。马皇后白了老朱一眼，收钱不过是个玩笑话，老朱知道，马皇后也清楚。妹子，等到买东西的时候咱俩商议一下。说着就要抬腿上班去了。你这就要走了？500块钱拿来，省得你乱花。这时候朱由校崇祯拿着1000块钱来了。祖奶奶，我们俩小，拿不住钱，这钱还请祖奶奶收下。中秋佳节，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孝敬您。您在景区买点吃的喝的。哎呦，好孩子，祖奶奶哪能要你们的钱，快自己收着，买些好吃的。马皇后那语气眼神都不由得揉了，顺带还瞪了一眼老朱。看什么看？把钱给孩子，怎么你还想留着自己花了？这俩兔崽子玩花活。下午了班，景区内部的超市人满为患，这一个个都在买东西。得知李白竟然不进关，而是买来现代的种子之类的，回去自己推广。苏轼有样学样。我正好在耕种。始皇帝那边差什么要什么，反观秦王嬴政那就大方了，望远镜、电灯、电线、太阳能发电板，逮啥要啥，豪气的不行。最令人意外的反倒是赵光义，也买了橡胶树、各式种子、对讲机、太阳能。你不攒着买车了？不差这150，我毕竟是一国之主，买一些回去改变民生。有觉悟，秦瑶点头。对赵光义的表现，赵匡胤也是意外。三弟，我和你说的话，你可还记住？宜早不宜迟，回去就办，莫要叫二哥失望了。得了赵匡胤的提醒，脸上呈现出来感动的神情来。二哥果然是有心的，怕我忘了，这还特意提醒。见赵光义感动的嘴脸，你毕竟是我二弟，哎，别的不说了，快带上你2位妃嫔回去办吧。赵光义狠狠地点了点头，随后消失在了赵匡胤的面前了。他一走，赵匡胤的嘴角翘了起来。然而赵匡胤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赵光义带上2个老妪回了那大宋皇宫，嘴角也是翘了起来。下去好生休息吧，朕已经命人去寻了你们家人去了。切记，景区之事不可与外人言，任何人都不行。做得好了，朕保你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只是说好的纳入后宫，充当妃嫔呢，这会的时间竟然是连提都不提了。我那二哥想要看我笑话，生怕我反应过来，下了班还要提醒我。他去问赵匡胤的时候，这本来就是装的，他不过是借口缓和和赵匡胤的关系罢了。人大明朝几10锦衣卫尚且能安排妥当，二哥真以为我连崇祯都不如？且叫我那二哥高兴去好了。下了班的赵匡胤想起临走之前，赵光义那认真的表情还真是挺乐呵的。这画面实在太美，想都不敢想了。但刚坐下提笔，赵匡胤忽然眉头一皱，他仔细思索片刻的时间。他是装的，哼！好你个赵光义，好，跟朕这么玩是吧？去将靖王给朕叫来，再把朕的鞭子也给拿来，朕要隔空给他按摩。大秦这边买的东西多得很，有钱就是豪横。眼见线路接好了之后，按了开关，灯泡一点都不亮。这怎么不亮啊？火线零线明明是这么接的。可能是没电吧？这不该啊，明明是新买来的，应当有电。有电没电你伸手摸一下，不就知道了。有道理。蒙恬一伸手，
哎呦卧槽！此刻秦始皇嬴正在琢磨着3大神书，现在开始背3本书，不出1个月的时间，3本书就能搞定了。除了这些，大秦还有各种进展。穷则战术穿插，富则火力覆盖，待到阵枪炮皆造出来，届时平推。一统6国，嬴政一点都不着急，等到这些都造好了，平推就完了。急啥？这都什么年月了，难不成还玩骑马与砍杀吗？明初，老朱拉着马皇后跟朱标语重心长。彪儿啊，咱的大名可就靠你了。咱这位置虽然你还没做上，但跟你的也没什么区别了。咱和你娘也没什么能给你做的了，咱就只能上班，好给你多挣点钱。不过也不能太累。咱之前和你说的军机处，那后朝的制度是个不错的法子。景区现在离不开咱也没办法。等到咱有空了，去了那宰相的位置，到时候就随你施为。母后到景区上班可还适应？景区的工作却也不难，秦总还叫母后我替他管了租售衣服的事情。这是好事，说明秦总重视，说不定那一天时间，你母就能和魏忠贤一样升官加职。朱标点了点头，还望父皇在景区多照顾母后。这你放心，咱的妹子，咱比你疼着呢。对了，老2、老3、老4他们呢？父皇，这么晚了还打吗？在古代，女人被砍掉4肢做成人质，丢进锅里。因为此时是东晋时期，所有活物都被当作食物，这主要是在极度饥荒导致的极端生存条件下发生的。全都死！刘虎手持手里拿着先前秦瑶给准备的长刀，困了面前的人影就挥砍了过去。虎儿，降者不杀，跪下！饶命，饶命啊！我们是鬼迷了眼，饶我们一命啊！刘虎看向刘大，刘大微微犹豫，示意他拿主意。我问你们有没有人吃过人肉？照实说，否则别怪我刀下无情。没有，没有。真没吃过，你看我们这都快要饿死了，哪像吃过人肉的？我们不是故意要找你们麻烦，只是为了活命啊！刘虎目光闪烁，想不想活？不一会的时间，跟前的几具尸体尽数被掩埋了下去。那几个活下来的人，此时以刘虎马首是瞻，要不留着当口粮。不准吃人，想都不要想，记住了，你们也是人。片刻的时间，一人半块口粮。吃的，有吃的，太好了，竟然有吃的。跟着我，吃不饱你们，但也饿不死你们，都给我老实点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只要有口吃的，不死人，这就已经足以叫人豁出去性命了。虎儿，就一口，是不是多给点吃的？爹，不能给他们吃太饱，只要饿不死就行了，至少现在不能给他们吃饱。饱暖思淫欲，吃不饱的才老实，吃太饱的反倒是容易滋生其他的心思来。而此时刘宋年间，韩如松等人下了班就在商议。我认识一序列，此人贪得无厌，每烧到酒楼来大厨房，我去送上大伙直播了杯。此人喜好张扬，播出今日，器物定然会因人主义，我们便一直往上点，时间一到总该是能见到我做。见掌柜的出了主意，众人相视了一眼，点头。这样该不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吧？若是有人惦记上我们的东西，那我们就给，我们又不求财，乖乖听话。还有人能害了我们，只要见到陛下就行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去就来。明诺。周应秋赏黄金100两，封锦衣卫正副使。邱新之、杨宝赏黄金100两。崇祯朝有一个算一个，下了班一回来，个个都是升官发财。那上衣间的2个女官，崇祯也没厚此薄彼，照样赏赐。但在婚配的问题上，崇祯却是稍带了点。婚配的事情暂且不说，还是就现如今这般好了。太祖爷都说了，现在就给他们婚配了。万一秦瑶这要是看上了呢？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。抽签。此刻明正统张胜终于还是站在了成王府前。你是何人？小人张胜求见成王。反倒是此时景区，秦瑶正准备休息了，这时候系统却冒了出来。后日中秋，明天休息1天。中午发钱的时候你不能一块说，现在下班了你才说。人都回去了，这还通知个毛线？直接明天不把他们弄来。明日虽然不上班，但古人还到景区来，可以给他们组织一次团建。系统这把是真长了良心了，既然你长良心，那我也不怕麻烦。秦瑶把手机掏了出来，在网上找了起来订餐，查看一下勾弋市游玩的地方，预约租车。一早的时间，他就招呼过来魏忠贤，就开始在落脚点等着了。先来的是刘宋的，一扭脸的功夫，赵匡胤也来了。又想到他差点被赵光义给忽悠了，朕肯定是他杀的，朱阴府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很快，老朱带着媳妇女官乐呵呵的也来了。早些过去，昨日那游客定下来的衣服也好早点完成。那秦总，咱也去上班去了。别急，我还有事情要说，等到人来玩。片刻，赵光义也来了，带着俩老妪，牵着驴。二哥，我听你的，乖。赶紧麻溜的把驴牵到了外面，也是琢磨了过来。我这二哥看出来了，那俩老妪衣服和身上的配饰不说，神态根本没有丝毫改变，更不见红光满面，这可不像是当了妃嫔的人呐。随后的时间，李白、苏轼、大秦始皇帝以及崇祯等人，该来的都来了。既然人都来了，那我说一下，今日放假。为何放假？难不成景区有什么事情？怕不是有什么难处？我上班都成习惯了。除了关心这些，众人还关心另外一个问题。
秦总，这放假了是不是要少1天工资啊？要知道，这10块钱放在现代不算什么，但放他们身上可了不得。放心，放假归放假，今天工资照发，包括全勤。秦总牛逼，秦总是真万岁！天老爷了，秦总这也太……秦总，你这对咱们也太好了。今日可是因为中秋才放假，所以今天咱们这是在景区自由活动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不行，咱们这么多人陪你玩登机吧。平日里都叫游客过瘾了，你今天也当把皇上，咱给你当御前太监，不然这工资拿得怪不好意思的。好，我同意。寡人这人多，班底齐全。以我之见，飞燕几人还能为秦总充当个妃嫔。赵飞燕脸红了一下，悄悄低下头去。秦瑶摆了摆手，冲老朱笑道：“我用你当宦官啊，这跟钱就有现成的呢。”魏忠贤干咳一声，整理了一下衣服。今天虽然放假，但是也有事情，我安排了一下。今天打算带你们所有人出去到景区外面去看看，咱们到市里转转。你们好些人来了很久，从没迈出去景区这道门，今天这是机会。出景区，今天要带我们到外面去。秦总，此言当真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正说着，秦瑶手机响了，他接了一个电话。大巴车来了，就在景区门口呢。重八你看，重八你快看。妹子你看，妹子你再看，大半快看，黄爷你往这看，大王你快看，二哥滚，好累。秦瑶又带一群人来到了超市。这超市够大，东西够多，你们看看，多看。下次发工资想买什么跟我说，之前不是给你们发了钱吗？那几百块，趁着这时间也可以买点东西啊。纸笔带了吗？这话是嬴政问的，是皇帝冲喜说的是。你看有哪些有用的，咱俩记下来。你别老跟着我哥，你也看看啊。魏忠贤讪讪一笑，这才想起来，朱由校是他皇爷，又不是他皇爷。是这样的，等会吃了午饭，咱们就要去医院。妹子，去医院正好顺带。对于老朱来说，去医院好啊。就是这个目的，我给你们预约了体检，下午带上你们都去做体检去。你们有些人不是身体不好吗？向世喜，按照历史上来看，那是距离他去世的时间，这都已经不远了的。所以这时间上就来不及了，不然我原本还安排带你们去观光博物馆，或者是坐地铁，或者是……秦总，咱无以为报，只能以礼谢之了。带咱去医院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老朱很是郑重，那拱手的时候，腰是深深的就弯了下去。谢过秦总。重八一直担心我的身体，能去医院检查一下也好叫他安心，实在是给秦总添麻烦了。大家许是本意没打算去医院，还想要看看现代这繁华世界，但眼下怕不是也要跟着去了。我夫妇二人实在给大家添了麻烦，还望海涵。说着，马皇后就赶紧上施了一礼。瞧人家这话说的。皇后娘娘此言差矣，秦总叫咱们去体检，这是好事。我们还担心自己的身体呢。镇丹药吃得多，按说没几年好活了，尽管现在已经停了，但是毒素在体内累积。秦总这是想着朕呢，好叫朕去那医院好好的看看去。得亏寡人不吃丹药，又善于奔跑，最近身强体健。始皇帝听着这话，男的没抬杠，反而认真想。秦总，我要是偶尔替他一替行不行啊？你也想绕住？主要是锻炼身体。行啊，咋不行啊？反正就你2个秦始皇，风扇也好，绕住也好，不耽误就行了呗。不换不换，寡人跟你换个什么劲？寡人这一天不跑，浑身都不得劲。这时候秦瑶看着身边的李白，太白兄，秦总有什么疑问？这一上午你也算是见识了现代的情形了，你看了这么多的东西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虽是有的，感叹良多，不输刘宋的先贤，说人与狗也有一样的感慨。这就叫秦瑶更好奇了。那我没听见你作诗啊？秦总你怎么知道我没做啊？李白只是没念出来罢了。李白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李白不仅做事了，这一路上还拿着手机到处拍呢，甚至还发了好几个朋友圈，那朋友圈的点赞卡卡的。不是，感情你是在脑海中做好了没念出来啊？为啥呀？诗词在现代不盛行，拿来偶尔装逼，即便是念出来了，也没人传唱，所以我做好了之后就没念出来。李白打算回去之后约上2、3好友，而后再把做的诗句念出来。还能这么晚？他沉默了一下，先是为李白那边的后世之人默哀了一下。不是，那你回去之后怎么拿出来啊？这也不应景啊。这也简单，就说是白日梦游未来世界，李太白有感。不是，谪仙人你作诗了啊？你没做吗？苏轼也是大才，却见苏轼两手一摊。我没做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见你都没作诗，我就没吭声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做了，不念出来要回去装逼的。看看，要不说这是他偶像呢。嗨呀，我竟是没想起来，否则夜里还能将怀民叫起来。秦瑶带着2个秦始皇做体检，把护士给整蒙圈了。叫啥？嬴政。你叫啥？嬴政。不是，叫嬴政就算了，你俩都叫嬴政怎么行？好歹换个名。那我叫赵正。你又叫啥？朱元璋。登记信息都是系统解决的，不用秦瑶担心。马皇后就是第一个体检的。今天虽然体检，但是这体检报告一时半会的时间是拿不到的。等到刘大一家，你们这太离谱了，这营养不良啊，身体缺少很多维生素。医生都是直接皱眉。那麻烦医生给开点什么维生素什么的吧，他们以前生活差，太节省，这不舍得吃，那不舍得买。行吧，先给你们开点维生素吃着吧。这医生也没给多开，等体检报告出来，到时候再说。
虽然有的人是简单检查一下，但魏忠贤、王承恩两人就尴尬了。泌尿系统要不细致的检查一下？不了。平时感觉呢？挺顺畅的。等都回到景区，赵匡胤一阵感慨，如梦似幻的一天。实不相瞒，寡人到现在都还有点晃神呢。这一会回到我大秦之后，寡人怕是得觉得天地两极，说不得要好一会沉默才能适应。这是出来接你了，你回去之后，这不得好好伺候一下。可惜咱们都住了景区了，独他不能带出去。会有机会的，下次再有机会，你跟驴一台车。那还是算了。进了景区，秦瑶还是安排了一下，趁着还有点时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分宿舍。我们要住宿舍？秦总当真？苍天大老呀！乔娜激动的模样是要上天了。冷静啊，不是住宿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平时上下班给你们的手机啊什么的也带不走，买了东西也没地方放，平时在景区还没私人空间，咱们宿舍多，先给你们分一分。虽然你们暂时不住宿舍，但是等于是占了宿舍了，这样平时自己的东西就能放在宿舍里。改一下落脚点，以后你们上班也可以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宿舍里，这样方便。等到以后有了机会，你们就可以真的住在自己宿舍里了。虽然不是真的住在宿舍，但听秦瑶这么说，众人也是高兴的很。就是赵光义宿舍上下班，跟赵光义无缘。车可以放在外面，驴跟我一个宿舍。分好了宿舍，在众人回到自己的时代之前。还有就是中秋之后，咱们景区营业时间就要改一下了，到时候恐怕晚上也会营业，所以到时候就要分一下早晚班。早晚班，我便能开朝会，也有时间处理政务，白天还能读水会，晚上下班还能找怀民。反正李白和苏轼甚是满意的。秦总，这早晚班怎么分？早班还是按照现在的时间，不过到时候下班时间早一会，晚班下午上班，到夜里。众人目光灼灼地看向秦瑶，这就要看秦瑶这分班要怎么分了。你们有谁想上晚班？咱上，这样咱白日里还有时间上早朝。秦总，这晚班朕也想上。秦总，寡人这边也想。有一个算一个，这都想上晚班。这样没节目的上晚班没问题，有节目的你们轮换错开节目，不能都挤在一起。如果有紧要的事情，商量一下，提前调班。那我与他就先上早班吧，正巧明日还有游客前来找我。赵光义不是很想一下子就轮到早班，但他要和赵匡胤搭班。我不想上早班了，我想先上晚班。远一点。好的。赵光义跑到了秦瑶的身后，撇了撇嘴。不就是1星期的早班吗？都上了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还差这2天，看给你狂的。等下了班，卢元正等人正和郭鑫说的绘声绘色。景区现在真是这般。是啊，将军，这还是我们看见的，犹如仙境啊。郭鑫的眼神里呈现痴迷。吐蕃，全给你们看了。送出。赵匡胤对面前2个女官拱手，吓得2个女官战战兢兢，不由自主的站立。不怕，朕没恶意。俩女官这才舒心了一点。景区现在的光景你们也见了，简直羡煞人了。不瞒你们，朕也想要这样的世界，甚至不提朕的羡慕，就说朕麾下子民，也使朕责无旁贷。就朕与你们3人，但这也是秦总垂怜。你2人既然到了景区了，那便该知道自己不再是常人了。朕恳请你们尽心尽力，共造大宋。赵匡胤话语诚恳，俩女官对视了一眼，奴婢鞠躬尽瘁。只是俩女子，赵匡胤看着他们的眼神，却不由得恍惚了一点。来人，搬椅凳来。很快，宫内的宦官就把赵光义给叫了过来了。不是传椅凳吗？何故叫我来呢？三弟，我最信你，朕有点要事要处理，你趴在门外，切莫叫任何人靠近。太平年间的赵光义，来人呐，再加床被褥。明明这气温还好，朕怎么觉得身下凉呢？奇了怪了。次日中秋节的到来，也让景区热闹了起来。伴随着李白的歌声，头顶的月亮越发的圆了。回去一定要和怀民好好说上一说，这可是李太白。李白的那些迷妹们直接疯了呀！白哥哥太帅了！秦瑶眼睁睁的看着有人拿板砖往台上丢，这咋还砸人呢？丢的哪是板砖啊，那是一扎扎的钱。这样的一幕，直接就叫本来乐呵呵。站在人群里看表演，顺带数着手中钢镚，心情非常愉悦的老朱看得直接发呆。冲吧，你怎么了？钱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！老朱恨不得跟李白替换一下，这些钱都砸他脸上来，砸死咱！这都是受苦，都是屈才。秦瑶甚至怀疑，只要李白愿意，指不定这些迷妹车都能给你丢到台上去。秦总，我也要。你要什么？我要上去唱歌。不是，你上去唱啥？我要唱李白。好家伙，苏轼这是忍不住要抒发一下对李白的崇拜。不是你什么时候？他想起来了，奶茶店吗？里面有放歌的音响，营业的时候就会一直放点音乐。怪不得我每次到餐厅来，总能听见歌声，还一直都是如果能重来。秦瑶从来都不打击积极性，上去没问题。你这样，你先唱2句我听听。你等下我找一下伴奏。不用，你就清唱就行。好，如果能重来，秦总没问题吧？这样，我有点渴，你去给我做一杯奶茶吧。秦总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喝奶茶？你下次再喝行不行？或者等我从台上下来，我再去给你做，保证是你没喝过的。我现在渴得很，你先去做吧。李白不喝你都给做，我喝你不给。给你做，但你晚一会不行吗？你非得让我直说你唱得很难听？
此时赵飞燕带头，一群莺莺燕燕走上舞台，这些女孩子竟然还统一了服装。子瞻，你怎么也在这？苏轼这一刻的时间简直兴奋的无以复加呀！他是咋也没想到啊，来的竟然是自己好友。是谁把我弄到这来的？快送我走！秦总，别玩笑话，他刚来不清楚情况。张怀民这口不择言，万一秦瑶这一挥手真把人给送走了，再换一个人来，那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啊！苏轼这么一说，张怀民也反应过来。在下张怀民与这苏轼是好友。秦瑶见状一笑，我是这景区负责人，你来之前大概知道了一点东西了吧？详细的一会再说。我好奇问一下，怎么来了就要走？这是为什么呀？秦瑶这话说完，只见张怀民看了苏轼一眼。昨日夜不能寐，苏轼到承天寺来找我，说是让我评价歌声。以往道爷夜里找过我，虽然我每次都已熟睡被他喊醒，但少有怨言。只是昨天苏轼言说有人说他歌声欠佳，让我品鉴。谁知道的多年好友，这苏轼竟然以歌声伤我。我闻他歌声，竟有辞世的念头。这一夜未眠，浑浑噩噩，又在此地见他，颇为大惊。他夜里给你唱歌听了？张怀民连忙回道：没错。他夜里真去找你给你唱歌听了？张怀民斩钉截铁的点头。秦瑶见状怜悯的看了一眼张怀民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他是完全能理解。没事哈，你放心，他现在不敢唱，他要是唱，我就把他开了。秦总，秦瑶最近耳背，没听见苏轼的声音，就不给老魏添麻烦了。这是你好友，交给你了，你跟他说说景区的情况吧。一会等你介绍完了，再叫老魏叫他超市收银。就是得了秦瑶的话，苏轼有点闷闷不乐。好吧，子瞻何以教我？你跟我来。苏轼带着张怀民走进了办公室。怀民，你或许不知道，你能到景区来意味着什么。此处距离我大宋足有。这一刻的时间，苏轼震惊的不行。我唱歌真的很难听。子瞻，你也不想你被秦总开除吧？历史上关于你的记载并不多，只知。可是我每日里都是跟原唱学习的。苏子瞻，你要是敢唱一句，我跟你割袍断义，你信不？事实上，我早你一些来到景区，那我不唱。之前夜里你真是睡着了。真睡着了？他不信，他觉得张怀民肯定是夜不能寐，心事缠身，不然该怎么解释？他一敲门他就醒。不可思议，难以置信，还有这工资能买的这些东西？不是，我唱歌就……你闭嘴！你先到景区来不与我言说是对的，怕是即便是你说了，谁人也不敢相信。不过我既然也到景区来了，以后你我好友同行。苏轼也是重重点头，拉扯板正，这才走出办公室。北宋张怀民，见过秦总，见过大秦先贤，东晋先贤，刘宋先贤，见过后世大明君子张怀民，三生有幸。秦瑶招呼上老魏，带着张怀民奔向超市。超市的工作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别人拿东西你收钱就行了。怀民，我跟你说，还有许多人你没见呢，他们上晚班，到下午才来上班。他给张怀民说得很是详尽。李白，谪仙人啊，他也在景区啊。怀民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敢信，那可是活生生的李白啊！而且谪仙人最爱喝我做的奶茶了。魏公公何故笑得这么开心？没啥，家中夫人生子，后继有人，我高兴。原来如此。然而这俩人短短几句话，就把张怀民的 CPU 给烧坏了。公公夫人生死，大明朝的公公难道都是不阉的那种？朱元璋直接把皇位交给朱标，教他处理政务，只为了带马皇后来后世景区要饭。然而秦始皇几位皇帝听了却一阵羡慕。这晚班就是舒服，咱早上有时间上早朝了，咱还有时间帮咱的彪儿处理了政务。不仅如此，咱还顺带吃了个午饭。听着老朱的话，赵匡胤等人也是赞同的点头啊。早朝也有时间了，政务也有时间了。对，你帮儿子处理政务，你不是皇帝吗？那不是你的事吗？哎呀，咱都到景区来上班了，咱这个皇帝就是个挂名，咱的彪儿现在是常务副皇帝，分管一切，咱这个皇帝是闲职了。听他这么说，嬴政都笑了。历史你没看，还是短视频没刷？寡人反正都知道，他的彪儿背后是称为最稳太子爷，说是哪怕是造反，他都高兴，是不是？那可不，咱的彪儿要是造咱的反，那可真是出息了。老朱说这话的时候，嘴都是咧着的。他昨晚回去还说，再干2年就想着退休。这话叫嬴政等人诧异的看了老朱一眼，扪心自问，皇帝权力至高无上，他们可从来都没有什么退休不退休的念头。说句难听的，至死那也是想着牢牢的把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才是。你有个好太子，寡人不比了啊！转瞬的时间，听闻景区来了新人，众人都去见了见，尤其是李白对张怀民尤为亲切。你与苏轼是好友。不瞒谪仙人，我与子瞻情坚。张怀民这名字能留下来，全赖子瞻的一首《承天寺夜游》，也是有幸。李白听他这么说，哈哈一笑道：“那李白求你一件事。何事？你去跟苏轼说，他莫要再给我做奶茶了。李白实在是喝不下。”刚要说话，就听远处有声音，就见苏轼高高兴兴地端着一杯奶茶，正兴冲冲地冲着两人走来了。谪仙人，我还有事。俩人不约而同地说完这话，拔腿就走，方向还是相反的。
我还说把这个春水堂等身手办给怀民看看呢，单身人士过来看一看，从今以后不怕没人陪伴。春水堂1比1的手办，铂金硅胶真的哇塞，不会用了1年就坏，寿命起码再加个2年半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奇怪，网购就是要精打细算。这个手办细节处理真实的变态，青筋血管、肌肉线条样样都在，一看就是颜值实力派，永久妆容很耐看，捏起来 Q Q 弹弹很可爱，以后头雕一戴，衣服一换，又是我新的小可爱，小嘴一动，真情流露，让我给大家动一动，全身关节还是很麻溜。如果身高是1.6米，那体重大概26，你说溜不溜？做人嘛就是要这么讲究，只要2-3K 预算，好欢快，希望评论区不要见外。到了晚上白班下班的时间，秦总，你马上就可以下班回去了。秦总，不若我等到景区没人我再下班吧，我见这会游客更多，兴许还有不少要买东西。这你不用管，交给我就好了。怀民好人啊，还惦记着走了之后没人看超市。秦总，我申请加班。真不用啊。秦总，你就让我加班吧，现在回去，那苏子珍必然去找我。怀民额头上都冒汗了。秦总，会死人的，我求你啦，他那歌声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秦瑶也能理解张怀民的心情。还真可以啊。是这样的，你要加班也行，但是加班可是没工资的呀，无偿的。这真不是秦瑶黑，而是刚才系统给出来的信息。秦总，你放心，怀民必然尽心尽力。怀民加班不为工资，哪怕饭不吃，水不喝都行。不得不说，张怀民好狠啊！亦或者说，苏轼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。好。就在这时候，怀民，下班了，走。子珍，你且下班回去吧，我还要留下来加班，与晚班的人一块下班，怕是不能陪你了。苏轼懵了，反倒是张怀民忍不住开心的笑了。逐渐的时间渐晚，张怀民临到下班的时候，和嬴政、始皇帝等人挨个招呼，就拖着疲惫的身影，缓慢的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了。第一天上班就无偿加班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也是辛苦。秦总他为啥愿意加班？还能是啥？没听讲吗？就怕苏轼呗。哈哈，硬是被逼的自愿加班，这苏轼实在是不当人子了。与此同时，张怀民也已经回到宋朝。我竟然到了景区，真不可思议。加班虽苦，但我此时下班，那子瞻定人早就休息了。总归是不要听他唠叨，多上一回班，又能远离子瞻，还能博秦总一个好感。这一高兴，嘴角都翘了。时间跟前一个鬼影，正冲着他咧嘴无声的笑。怀民，终于等到你下班了。次日上晚班的崇祯在上朝之前就和王承恩商量，大办，谣言散布的怎么样？陛下放心吧，大街小巷全部都贴了报纸，保证洗不清了。好，走上朝去。谁来告诉朕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座的都是我大明朝的公公，但是你们告诉朕，你们就是这样的，传出去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难道朕的重臣一个个都是不知礼义廉耻的角色？伴随着崇祯的怒喝，底下的大明重臣一个个都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说话哑巴了，朕问你们呢？内阁首辅黄立即颤颤巍巍地站了出来。陛下，这些都是空穴来风，不足为信啊！臣以为是有人污蔑我大明群臣。污蔑？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是捕风捉影了？正是。是个屁！你当朕是傻子吗？若是没影的事情，会被人大张旗鼓的拿出来吗？这些言论其中或许有添油加醋，但你们真就这么干净吗？告诉朕，有吗？黄立即硬是被崇祯说的哑口无言。退朝！大办，朕的演技怎么样？陛下演技无人能出左右，放景区后事那得是影帝级别啊！哈哈，你看见没？这一个个的在朝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黄立吉还想为他们开脱，但是话都不敢说死。你知道为何吗？那是因为黄立吉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干了这事啊。想起朝臣的嘴脸，王承恩也是乐不可支。反正朕就抹他们身上了，这一下任凭他们狡辩，不是是也得是啊。他们还叫朕严查这小报来源，朕答应了。不出意外，过2日肯定有其他报纸冒出来，朕正好用这借口将冒出来的这些个严查到底。陛下英明。对了，那韩况，朕以报纸上的内容问他，留恋烟花之地是不是确有其事，他竟然恬不知耻的应承了。看来这有些个人不在乎私德，不怕别人说啊，这样的人咱们就要换一个打击方向。既然私德他也不在乎，那下一期小报就说他贪赃枉法、中饱私囊。陛下圣明啊！朝堂不足为虑了，慢慢收拾。现在就是要把边军在握，还有新军加练，可惜朕不能大张旗鼓。还有那边军将领，怕是没那么好收心啊。像那吴三桂，就是养寇自重、待价而沽之徒。家还是要抄的，朕距离吊死梅山还有几年啊？朕能叫你们平白跑了？收拾去，等着上班。朕对上吊这件事情又有新的感悟，大办你可要配合好啊。陛下放心，等到上班，我去跟参天要2块生姜，保准往死里哭。这君臣俩那是相当的敬业啊，连生姜都用上了。而此时秦瑶正在网上给他们购买一些2手电子设备，系统出现了。我操，来了！景区基础 NPC 售票员岗位，售票员加人。这样洗就不是一个人忙了。长孙氏，时间公元630年，继唐太宗贞观4年，身份皇后。我去，竟然是大唐长孙皇后。
你们那时候的绝症在这里都不叫事。前2天我带他们做了体检，结果还没出来，后面肯定还会再做的。而且有什么病症，可以在现代买药，再怎么样也比你们那时代强。你们好好上班就行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李世民谢过秦总，如此安心不少。只要你们在景区好好上班就好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和你们说一下，咱这景区不止你们这些唐朝来的，还有一些其他时代的，譬如他就是明朝时期的，距离你们足有1000年左右。后世之人大明魏忠贤，见过唐皇、长色皇后以及诸位先贤。咱在大明是个宦官，历史上咱权倾朝野，被誉为9000岁，后被陛下铲除。只是到了景区来了之后，现如今咱已经不是那个9000岁了，只想一心中兴我大明朝。到底是景区改变了一切呀？魏忠贤的那点过往，现如今在他嘴里说出来，轻描淡写。宦官9000岁。皇帝才万岁，一个宦官9000岁，这么溜的吗？等到李世民得知景区还有一堆开国皇帝，甚至连始皇帝嬴政都有俩，一个秦王，一个始皇帝，竟然如此。一会若是见了李世民，也算是甚幸。那可是始皇帝呀，报不报的先不说，那可是千古一帝。这时候晚班的人也都一个个出现在了景区里来了。哥，又来人了。不错不错，我景区又壮大一些。不知道来的有谁，来了多少？不如去看看，这以后都是同僚，不对，在景区都是同事。妹子，咱带你去看看，看看来的是谁。若是有个女眷啥的，以后你们也好亲近一些。然而刚进落脚点，老朱顿时脚步停在原地。好多人啊！老朱这才算是反应过来，这么多人，这都是一起的吗？老朱人麻了，这一眼看过去，实在是叫人有点难以接受啊。见来人，李世民知道这是景区的同事了。大唐皇帝李世民见过这位。奈何李世民说的什么，老朱根本就没听进去。300，这他妈的多少个300？咱的娘哎！老朱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。重八，快起来！这时候，一个人影高兴的走来了。我听说又来人了，是哪朝哪代的？是不是我大宋的？我来见识见识。太祖爷，你咋坐在这呢？他话说完，抬头一看，跟前请行。游客进来了，这都是新来的，这多少人？不过100多件。听着这个数字，计算器，这一按45000，1月1台，这多出来的钱，甚至能奢侈的在现代买保险。秦总哎，我的秦总哎，这是在干嘛？门前出现了赵匡胤的身影。这么多人，但见赵光义抱着秦瑶大腿哀嚎的行为，没出息的货色。就见他来到秦瑶身边。秦总，好吗？连他赵匡胤也凑了上来了呀！这些人多的简直叫人麻了，谁不羡慕？这凑上来卖惨，撒娇说话的，万一秦瑶这心软了呢？就算是得加一个俩的，那也是大几百块钱啊！你不去，别嚎了，闭嘴！秦瑶都怕了，他都怕被这群人给直接送走了。差不多就得了呀。秦瑶没好气的看着嬴政，就属于你人多，你也凑热闹。嬴政嘴一咧，嗨呀，寡人也才100多。秦总，你看新来的多少？不是跟你一样多，谁多还真不好说。寡人不管。老魏救我！秦总委，放下，把你喇叭给我放下，再豪扣工资啊！咱大唐少的谁都可以，但唯独少不了你这先人李白。往日里不知道你名号，今日蓦然得知，不曾想见了之后也是气度斐然。李世民这一开口，3言2语就和李白聊了起来。恨不生于太宗朝。聊了一会，又带着来到始皇帝泰山封禅。你还好，大唐的时候泰山封禅还没被玩烂，到时候你也能去封禅。你像老朱他们就不一样了，到他们那时候封神都被玩烂了。啥叫玩烂？李世民对这一点好奇的不行。秦瑶就大致给说了说。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呢？这话秦瑶笑了。那谁知道？你这上哪去说？当然了，除了看泰山封禅之外，李世民也见到站在一边黑着脸嘟嘟囔囔秦王嬴政，打听了一下，李世民才知道，感情始皇帝泰山封禅用的还是秦王嬴政的班底呀。一圈下来，早班的该认识的也是认识了，路过苏轼呢。原来是太宗皇帝，我对大唐向往不已，对太宗皇帝神交已久。太宗皇帝等下，我给你做杯奶茶尝尝，这可是现代的好东西。太白兄最爱喝我的做的奶茶了。啥叫奶茶？新品。必然，这可是唐太宗天可汗寻常的能行吗？是我独门研制的。快走！李世民不知道为啥，但还是下意识的跟着秦瑶就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来啊，不要钱啊！还不要钱？苏轼的新品，那是到给钱都不带喝的。啥新品还独门？给我来一杯尝尝。好嘞。也不知道这游客咋就这么好奇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景区今天多半是要多一个投诉了。秦瑶带着李世民直奔城门。太宗陛下。卢元正几个满怀激动的单膝跪地，那一个个眼眶有些垂泪，心绪可见一斑。快起来，你们就是安西军的人吧？安西军他也是知晓了的，想起来那历史上安西军作为，李世民在登史之间，那眼眶立马就红了。是朕对不起你们啊，是朕的子孙对不起你们啊，苦了你们安西军啊，为我大唐戍边守城足足几10年。不苦，为我大唐守城，本就是我大唐二郎该做的事情。
但凡我们安西军还在倚天，那西域诸镇就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了。换成一般人说这话，可能是聊以表志，但是安西军说的话却是实言。他们不只是嘴上那么说的，事实上也是那么做的，足足用一生的时间，从一头黑发硬是熬成白发，最终一个不剩，生生死完。我大唐有你们，快跟朕说说，你们祖上都是何人，都在何方？朕和你们不是一个时代，但朕向你们保证，安西军的事情绝对不会再次上演，那西域诸镇绝对不会重蹈覆辙，朕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安西军生生熬成白发。朕立誓。李世民目光炯炯，言之凿凿，看得出来，他绝对不是戏言。太宗陛下，好狼都是我大唐好狼，你们放心，既然是到了景区来了，那咱们将来肯定要荡平西域。幸得秦总把你们安西军弄到了景区来了，朕能做的不多，但在咱们这，你们的祖上，咱肯定会照拂。以后在景区有什么事情，或是你们大将军有什么问题，就来找咱。安西军到了景区来，现在好多了。现在景区人多，难免有我照顾不到的地方。既然太宗皇帝来了，以后你们在景区也算是有主心骨了，有事你们就找他，不要怕给他添麻烦。祖上该说的就说。听着秦瑶的话，卢元正几个人挠着头憨厚的笑了。秦总说的是，他们都是我大唐儿郎，为我大唐出力，本就是我该做的。崇祯皇帝每天都在景区表演东南之上吊，系统都看不下去了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影响，表演改为3天一次。系统还是靠谱的。到了饭后，秦瑶通知了一下，哈哈，3天一次，那我倒不用天天上吊了。虽说都习惯了，但是挂在绳上多少还是有些瘆得慌。现在好了，见崇祯这么高兴，在景区上吊好过你到时候真挂在歪脖子树上。太祖爷说的是，仅次于崇祯的，恐怕就要数赵光义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他在高兴的时候，赵匡胤看了过来。表演太多，就怕游客看腻，是吗？自然了。他一副为了游客着想的样子，但他这表现让一群人都忍不住笑了。赵光义这是高兴自己少表演节目就等于少挨打呀。秦总，寡人这边以我之见不必减少表演次数。嬴政这话叫其他人好奇。寡人这边日日能为景区创收，游客参与乐此不疲。他们到景区来表演的时候，那是正好顺带就把上朝的事情给解决了的。现在游客为我封为大秦的编外大臣，每大秦上朝，都有人出谋划策。始皇帝看着嬴政身体越发的好了，要不咱俩换换？之前都是嬴政说的这话，这回轮到他了。秦王得天独厚，若是朕的朝臣也都在这。他羡慕秦王，人家还羡慕他呢。现如今到景区来的人，就属他大唐的最多。你们的节目确实没拍，本来想跟你们说呢，没想到咱们想法是一样的。哈哈，那再好不过，寡人谢过秦总了。喂，竟然有人给嬴政打语音电话，秦瑶都好奇了起来。陛下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一路上都在想，就在刚才，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大秦统一6国之后破解6国余孽搞事的办法。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听一下。好家伙，这都打电话开始谈国事了。等到嬴政挂掉电话，来，刚才的电话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把这个贷款办理爱卿的计策记一下。寡人觉得他这计策有待商榷，但是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。是大王。嬴政说完这些话，眼见众人都在注视着他。时代局限，寡人还有我大秦人，总归是有想不到的时候。这些游客思绪敏捷，见识广泛，寡人闲来无事，便开了一个群，这群里都是些志同道合之人，对我大秦国事甚是上心。我是不是也得建个群？以后多和游客闲聊，一定要聊我大宋国事，顺带看看有没有会汽修的游客。老朱也忍不住琢磨，咱也，他刚想就脸一黑，他这就没几个相熟的游客，唯一有那么一个，还特么的光抬野水。对你们有益，我不反对哈。除了国事什么的，我建议你们有一些对其他东西专业的游客，也可以加一加聊天软件什么的，什么汽修之类的，只要不耽误工作，别饿了游客就行。汽修专业的游客，秦总懂我。多出来这么多人，做饭有难度吗？多谢秦总关心，尚可。秦总不必忧心，就算是再来300-500人也应付得来。那好，等下你们该下班的就下班吧，回去之后好好休息。一会要表演的节目，等下准备一下。于李世民而言，秦王破阵乐随时都可以。秦王破阵乐，这可得看看啊！灵山景区就是给力，竟然又有新节目。老朱等人也都是凑了过来。秦王破阵乐，鼎鼎大名，可不就是嘛？还是唐太宗亲自演的。像赵光义还打了主意，我看我能不能学学。听他这么说，赵匡胤很是鄙夷，同时把手机从怀里掏了出来，他打算录像。
不是，这就是秦王破阵乐，太牛逼了吧！妈耶，历史上真正的秦王破阵乐，恐怕也就是这样了吧。灵山景区真牛逼，我的老天，就没有叫人失望的节目。我严重怀疑这是把李世民本人给请了过来。得以一见，也是有幸。刚才那游客一不小心看破了真相了，他可能都想不到这就是本人。关键咱们看的还是真正的秦王表演这破阵乐。你也是秦王呐？寡人早晚是始皇帝，秦王给他们留着。不，始皇帝已经被人给占了，寡人也不稀罕，寡人以后要当酋主。不能提这茬，一提这茬，凑热闹的赵光义都难受了。我要是有他们这么多人，我都买车了。赵光义这一刻的时间幻想着，等到有了车，到时候也可以当一下酋主，届时把柏油路顺着赤道修一圈，修的笔直的，直接上车把油门焊死。赵光义他是真敢想啊，还不如给地球贴瓷砖呢。灵山景区太溜了，有小姐姐跳舞也就算了，这男的也这么牛逼。以前这景区没人，每次都说人去培训去了，我还不信，我现在散信了。可不就是嘛，卧槽，这景区是下了血本啊！到了下班的时间点，这一个个的掏出来手机来了，开始做功课了。煤炭发电厂是如何运作的？火车为什么在铁轨上不会脱轨？蒸汽机到底是如何运行的？老朱这边实惨，他人少，到现在蒸汽机还没吃透呢。离合器的工作原理。然而下班玩手机的时间也余有限，不多时开始和秦瑶道别。老魏，咱俩夜宵吃啥？要不螃蟹。行，秋高气爽，螃蟹正是肥美的时候，我出去买去。倒是李世民回了贞观4年。观音壁。二郎好不真实，犹如做梦。但提及大唐后事，长孙皇后忍不住垂泪。二郎承前。虽然是开卷考试了，但对于李世民来说，需要找补的地方还很多。此时朕非彼时朕，那时为何如此？朕真的不知。但朕也看了历史分析，多有怪我不该代惩前过于苛责，又对轻却。父子反目啊，太子造反啊，好在还来得及。所以观音壁，你可要好好活着。你若是没了，我父子二人如何，你也是知晓的。没了你，我这个父亲可不够称职的。说起来，李世民就是这点好，虚心纳谏。朕怕是要和大明太祖好好学习。他那太子被唤作历史上最稳固的太子，深得诸臣之心，深得皇帝之心，又深得百姓之心。看看人家的太子培养的，除了早死，好像就没什么缺点了。不妥，要将承乾叫来。李世民其他的东西都能忍，但是一想到李承乾那难宠的事情，对，此事必然要根除。李世民长孙皇后在后世景区上班，得知儿子李承乾竟然喜欢男宠，下了班便把李承乾叫了过来。见过父皇母后，李承乾还不到跟李世民直言，请陛下称太子的时候，不仅彬彬有礼，这时候的李承乾还算典范。太子最近功课如何？回父皇，儿臣还算刻苦。李世民看了一眼长孙皇后，咳嗽了一声。见太子辛苦，朕于心不忍，有时间多到你母后这来，多多陪伴。是父皇。近日朕听了一件趣事，太子要不要听听？何事让父皇觉得有趣？长安城内有一户人家娶了个绝美美妇，据说我见犹怜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那美妇叫人发现，竟然是个男人。太子怎么看？许他的人事先知道。知道他是男人，贪恋他的美色。若是你情我愿，倒也不无不可。怎会不无不可呢？你怎么能想这般？这一刻的时间，李世民的脑海中不由得冒出来了李治那张小脸。说好的缺爱，才变成了请陛下称太子呢？这怎么看这情形，似乎是有点不对的感觉。不过最终李世民还是摇了摇头，把李治的身影从脑海中驱散。见长孙皇后对李承乾训斥不止，想到历史上多有苛责，连忙把长孙皇后给拦了下来，放李承乾回去。承乾怎么会这样？娶个男人还不无不可，真的是气死了。观音壁别生气了，许是会错意了。这样，我们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及早前往景区。次日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，上午不上班，而是要发工资了。恭喜恭喜！哈哈，同喜同喜！苏轼更是难得的，都没往李白身边凑，反倒是往张怀民身边凑了过去。怀民，我们买点什么？我俩如今不在朝堂，要别有一番考量。耕种植物多买一些，科技物品暂时放放，不过那对讲机之流。苏轼和张怀民还有待商榷，像是大秦那边就更忙，他们钱多，想买的东西也多，甚至都列起来了清单。对了，李信，臣在。莫说寡人薄待你们，之前你们不是要秦总那钢刀吗？寡人给你们几个算上。还记得秦瑶手搓的长刀，始皇帝当时给蒙恬来了一把，这可是叫李信等人还馋坏了呀。多谢大王，这钱还是留着买别的东西吧。怎么？那神兵利器你们不要了？神兵利器自然是要的，但那长刀……嬴政恍悟了。那你们想要什么？他话说完，就见李信舔着脸打开了手机，给嬴政看了一样东西。阿卡47还有快递。
滚蛋！先不说嬴政有钱没钱买，就是说真买也得是秦瑶给弄来，这是要把秦瑶给直接送进去的节奏啊！大王，刀剑之物对咱们来说现在都已经落后了，我等要来也没多大用处。我们是想着，咱们大秦那碎发枪不是快出来了吗？还有那大炮、箭石这些东西多划拨一些给，这刀剑之类的，不如算了。原来不是不要，好家伙，感情是看不上了呀！是大炮不香，还是枪支不利？要那玩意干嘛？狗都不要。你说谁呢？大王，我要跟他单挑，你来。大秦这边热热闹闹，不多会的时间，秦瑶也是到了。大家久等了，我也不废话了，你们也等不及了，那就来吧。我念到名字的，上来签字。魏忠贤。发工资的过程其实都是次要的，工资到手买东西，这才是真正的重点。李世民100多号人，虽然只上了1天班，但是也领了100多块钱。秦瑶转瞬就带着众人到了景区内部超市。来吧，想看什么看什么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自己挑自己选，选好了之后到我这来结账。刘虎买了一堆神兵利器，秦瑶问了一下，刘大一家现如今在东晋，跟着他们人也有不少了，一定要小心谨慎啊。是。和别人比起来，安西军就不一样了。安西军钟情于白糖，安西军现在秉持着能炸就炸，坚决不打硬仗打狠仗。秦总，来台无人机。好，都在这，你自己挑选。有卢元正开了头，崇祯、嬴政、始皇帝，这一个个的都来了一台无人机，甚至赵光义都买了一个。别人买无所谓，赵光义买叫人意外呀。那还有车子什么的，你不看看，二手柴油机也有，好歹能赚，你竟然不看这些？秦总，我看明白了，我自己攒钱猴年马月我也买不上车，就算是买了也好不到哪去。他不攒钱买车了，这叫秦瑶大为意外。所以攒钱无用，有这攒钱的时间，我不如想着秦总可怜我，多招一些我大宋的人到景区来，人多了届时我1个月。这哪是转性了呀？车还是要的，但是这是换思路了呀。也行哈，再等等再等等。赵光义脸上写满了期待，不提赵光义，崇祯竟然买了台机床。这机床有用，我想买回去试试能不能干点别的，再不济用在那蒸汽机上。崇祯朝的科技目前属于在所有的朝代里最高的。咱不比子孙啊，我和你太祖奶这1月加起来也才600。崇祯讪讪一笑，老朱的话，崇祯压根就不信。工资是600没错，但是要饭要了多少钱，我心里有数。好了，崇爸还在后辈子孙面前卖惨。要说崇祯是大户，但是真正的大户却是秦王。别人买东西是看，嬴政是对照清单，300块钱的电脑是秦瑶的极限了。来5台，搬走。有了电脑还不算，发电机也好，太阳能毕竟有限，那就这个吧，水力发电机。人崇祯买了机床，这个机床大秦要了，这个大些。好家伙，这是在扫货呢。嬴政甚至还买了个拖拉机，给赵光义看呆了呀。你买回去要多多保养啊，秦总买回来之前肯定没有好好对待。你不要冤枉我呀，我换了机油什么的，我保养了。这不重要，回去之后要勤刷。你对车子不了解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拖拉机的声音是哒哒哒哒，你要是听了不对。这赵光义那是嬴政走到哪他跟到哪。你平时用的时候小心注意点，每次用完最好放水。我个人建议你用过之后。好家伙呀，这是明显有一种女神被别人娶走了，她去送亲的感觉。一开始嬴政还能应付几句，最后嬴政也是受不了了。用完放大电，别叫轮子沾地，你把零件拆下来擦拭。不行的话，用完放寡人榻上。嬴政一个受不了，秦总，那我等就先回去了。下一刻带着大秦的众人消失不见，一同跟着消失的还有那台拖拉机。对他好点。此刻大秦，大王没电啊，这没电，咱们买回来的东西这也没用处啊。下一刻时间就有人来报，大王，河水弯道已经备好，水流如何？水流湍急。好，来人啊，将朕的发电机带上，且去把发电机装上。大秦为了这次发工资早有准备。来人呐，将寡人的御驾钥匙拿来。下一刻，内侍捧着托盘走了过来，托盘上放着一柄